最快搞垮一个人的方式很脏，但是很有效。有道德洁癖的人可以划走了。下面这几个故事听完，看你能不能做得出来。如果这些事儿发生在你的身上，能不能有同样的思维？第一个故事呢，有一个自助餐厅，顾客严重的浪费而导致效益不好，没有办法了，餐厅只能规定凡是浪费食物者罚款10元，结果生意他一落千丈。后来有高人指点，将售价提高了10元，但规定但凡没有浪费食物者再给返10元，结果生意火爆，还减少了很多的浪费。第二个故事孩子不愿意做作业，于是这个爸爸他灵机一动就说，儿子我来做作业，然后你来给我检查如何。儿子很高兴的就答应了，并且把爸爸的作业认真的检查完了一遍，还列出算式给爸爸的错题全部讲了一遍。不过孩子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爸爸所有的题他都做错了，反而自己的成绩和口才能力都提高了。这一招呢，就是段位中的声东击西。故事3，老李的朋友老张他租了一个商铺，但是不知道做什么生意好，就找到老李请教。这老李说你在门口挂上一个特别低价的价格出租，然后有人来租房子，你就问他要做什么生意。说我这个地方不能什么生意都做。老张听话照做，结果低价确实引来了很多要做生意的人。询问过后才知道做什么生意人都有，他都一一记下了。最后一统计是开茶馆的人最多，最后老张呢就在这里开了一间茶馆，果然生意非常的红火。用别人的思维来为自己想事情，不费吹灰之力拿到最好的市场数据。此故事呢出自段位里的逆转思维。故事4，一个小伙子失恋了，他痛不欲生，站在河边就准备结束自己的一生。这时一个老大爷看见了，就上去问小伙子怎么回事。这小伙子说呢，我谈了6年的女朋友跟一个有钱土豪跑了，还嫁给他，我已经失去了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。这老大爷一听马上就说，本来就是别人的老婆，在结婚之前用自己最好的青春陪你睡了6年，你怎么还好意思自杀呢？这小伙子回头一想，这好像也真的是这么回事，这开开心心的就回家了。此故事呢出自于段位里的反其道而行之。故事5，老王在河边开了一个养鸡场，生意非常惨淡。看门的大爷给老王支了一招，在门口立个牌子，上面写鱼塘新开张，钓鱼100元，凡是没有钓到鱼的都送1只鸡。这活动推出后引来了很多爱钓鱼的人，没钓到的鱼都开开心心领走1只鸡，并且还夸老王真是个有良心的老板，处处都为顾客考虑。从此这老王的鸡再也不愁销路了。此故事呢出自于段位里的抛砖引玉。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并不是金钱，也不是权力，而是每个人不同的思维方式。如果你总是感觉自己很老实，没有什么心眼，遇到的事不知道怎么巧妙的去处理，我建议你熬夜也要看完这本段位。当你读完这本书以后，你就会恍然大悟，你会发现之前都是在裸奔，是凭着一股热情，凭着勤奋去做事。也许有的时候并不是你有多笨，只是你没有借鉴前人的智慧。它不仅仅是一本策略集，更是一套方法论。这书里面教的全都是手段和方法，教你怎么跳出局势去看问题，怎么突破自己的认知范围，怎么走出困境。它教你如何用反面的思维去思考事物，快速的找到捷径，用自己的手段来达到目的，满满的都是做人做事的方法。这本书呢，我就放在购物车里了。